陛下，凉州急报。说，梁王苏瑞败于凉州教场。玄铁盘龙甲崩碎，梁王已确认退场。死得好。他若不死，朕倒要怀疑陈玄纪是不是也被他收买了。陈将军已控制凉州全境，凉州驻军被封禁修为，叛乱首脑尽数清除。周武亲手清理了梁王埋在禁军中的暗线。他倒是狠得下心。周将军说这是陛下旨意，他不敢不从。哼，不敢。他若真不敢，10年前就不会进禁军，不会做梁王的暗桩。传旨：周武平乱有功，封神武大将军，统领禁军。陛下，周武毕竟……朕知道他是叛徒，正因他是叛徒，朕才要赏他，让天下人看看，背叛朕的人只要肯回头，朕一样给富贵，给前程。至于他有没有命享受，那就是他的造化了。梁王府呢？梁王妃开启护府密阵，这段追踪契机已随阵光消逝，世子不知所踪。不知所踪？陈玄烬已派人追查。一个婴孩也能丢？算了，若那个孩子真去了北凉，也未必是坏事。苏清南喜欢收火种，就让他收。梁王旧部、蜀中司军、江南银粮，一个还不会说话的世子，这些东西看似有用，可等苏清南死了，他们全都会变成朕的。朕差点忘了，那个逆子活不了多久。他想收复北境14州，那就让他去收。他替朕打仗，替朕流血，替朕把失地一寸寸夺回来。最后，他死。北凉军、北境14州，所有人心与声望，还是朕的。天下哪有比这更划算的买卖？将军，兄弟们都安置好了。碑上写名字了吗？按将军吩咐，没写。没写好啊，来世就别再做兵。将军，陛下已经封您为神武大将军。王朗，你觉得我配吗？将军，神武大将军之位，臣不敢受，黄金绸缎，臣不敢想。唯愿交还兵权，自封修为，听候发落。将军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替我把床下的箱子拿出来，里面有我这些年攒的饷银，分给那些兄弟的家眷。将军，陛下未必会容您这样做。那就让陛下再杀我一次。将军，我欠他们的，还不了，只能把这身修为也交出去。下辈子不做棋子了。来了。你知道我要来？躲不掉。你既然到了北凉，今日一定会来。你现在真的很弱，我能闻出来。你的气比上次弱了至少70%，那我现在杀你应该很容易。你可以试试。这是海棠醉，唐门排名第7，中了之后会很困，像喝醉了酒，睡一觉就过去了。杀萧定邦时，
你也这么说，那为何不用他杀我？师傅说，杀天下第一，不能偷懒。唐门10大奇毒，我最多对一个人用过3种。今日用10种，为什么？因为师傅说，杀天下第一，要拼尽全力。苏哥哥，开始了。来。你找死！灭天境！别打扰我！别过来！10毒齐出，你疯了！道长，信我。你最好真有把握。他不是在杀他。你说什么？他在救他。唐门10大奇毒，单独一种都是绝命之毒，但10毒齐聚，相生相克，反而能形成一线平衡。10毒淬体，以10大奇毒为引，以中毒者修为为炉，淬肉身，重经脉，洗旧毒，这是凶险之极，一步错便再无生机。不能去，现在才是最后一步。他撑不住了。尘归尘，土归土。你杀了他，我要你偿命！别动他！王爷，你恢复了。辛苦了，苏哥哥，我说过我会救你的。非要这么喊？不然呢？你本来就是我哥哥啊！这位姐姐，你就是退婚的那个吧？还真是不仅眼神不好，还挺蠢。呆呆，少说2句。好，那我就不说他配不上你了。王爷，你和唐门到底是什么关系？3年前，我在昆仑之巅后，差点死过一次。苏哥哥，我能说吗？说吧。3年前，我在蜀中唐门后山采药，山崖下面躺着一个快死的人，就是苏哥哥。那时候我刚练成第1种毒，师傅说，毒道既成，总要见一见真正的生死。所以我看见苏哥哥第1眼，就想拿他试毒。我用海棠醉刺了他一下，然后他就没气了。没气了？我还以为自己第1次用毒就成功了，然后师傅来了，给了我1巴掌。师傅说我杀错人了，因为苏哥哥身上的毒比我的海棠醉厉害100倍。他中的是什么毒？万劫不复。万劫不复？万劫不复是天下最阴狠的奇毒之一，它不会立刻让人倒下，
它会藏在经脉、骨血、生机里，一点一点吞掉人的命。越是强大的武者越痛苦，因为修为越高，毒就跟得越深。所以，你这些年一直中着毒。3年前，师傅本来想把苏哥哥埋了，但我发现他没死透。苏哥哥体内的万劫不复已经和他的性命缠在一起，普通解毒没用，只能以毒攻毒。所以你们用10大奇毒救他？嗯。海棠醉、修罗饮、碧落黄泉、清霜泣血，一种一种试。最开始，苏哥哥每次都会昏过去，后来他醒得越来越快，再后来，他真的活过来了。他醒来的那天，后山桃花全开了。你什么时候中的毒？出生之日。下毒之人是苏兆。他为什么？因为我不该活。我母亲陈妃生我时生机耗尽，我出生时也几乎没有活命之象。母亲用秘术替我续了一口命，但这口命有代价。代价是什么？活不过24。万劫不复本来要彻底封死苏哥哥的生路，可偏偏陈妃娘娘留下的续命秘术与之相控，两股力量在她体内互相撕扯，反而给了她修炼的机会。所以每一次毒发都是一次淬炼，每一次压制都是突破，每一次突破也都会让死期更进一步。10毒淬体之后，还能再压9次。9次之后呢？压不住了。还有多久？10个月零17天。够了，10个月够了。我们可以找天下名医，可以去海外仙山，可以找西处，可以……柳姑娘，你我婚约已退，不必如此。没有退，是我糊涂，是我有眼无珠。我现在就回柳家，把婚书找回来。我不管你还能活多久，1年也好，10个月也好，哪怕只剩1天，我都选你。你没有这个资格，当年路是你选的，今日毁了，也不代表本王要回头。丹丹，忘忧散，吃了之后会忘记今日听到的一切。我不吃，我要记住，我要记住你中了什么毒，要记住你还有多久，要记住我欠你的。何苦？我的路不必拖累旁人。那迎月呢？他已经在棋盘上。苏哥哥，我会陪着你的，直到最后。道长，你早就知道王爷活不久，是不是？知道一些。哪些？知道他身中奇毒，知道他时日无多，也知道他这些年每一次破境都像是在刀尖上走。但老道不知道那毒是他父亲下的，更不知道他出生时本该是个死婴。陈飞到底是什么人？老道只见过他一次，25年前宫中重阳宴，那时他还不是陈妃，
只是太子侧妃。她是什么样？很美，不是凡俗的美，像9天之上的人误入凡尘。她的眼睛很特别。怎么特别？瞳孔深处像有金色流光。陈妃生产那夜，宫中封锁。有人说听见凤鸣，有人说看见金光冲天，也有人说那一夜皇宫上空出现了不该出现的东西。后来呢？后来陈妃失踪，苏造对外宣称病逝。可奇怪的是，她的灵柩只停了1日，便匆匆下葬。不合理据。更奇怪的是，后来宫里有传闻，陈妃的尸身不见了。老道今夜话多了。苏青南为何不抹去我的记忆？难道不怕背叛？与其猜，不如直接去问。现在四下无人，王爷此刻气息虚弱，修为不足平日3成。10步之内，我若出手，你未必挡得住。所以呢？王爷既然只剩不到1年，就不该把所有秘密都留在自己手里。你想要什么？我要真相，关于万劫不复，关于陈妃，关于昆仑之巅，还有王爷为什么不抹去我的记忆？映月，你是不是觉得本王现在很虚弱？是不是觉得若本王死了，你便能借北秦长公主的身份祖龙血脉，以及你手中的北凉盟约重新落子？你甚至想过，若本王不在，蓝梁诸将群龙无首，你便可拿着本王给你的王印盟约，宣称自己是唯一能继承这盘棋的人。你看，你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算计本王。彼此彼此。不错，所以本王也从来没有真正放任你。你最近有没有认真运转过内力？不可能！不灭天境，我现在只有不灭天境。准确的说，是本王允许你有不灭天境。你做了什么？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气生骨？不完全是。改良过的王印气骨，不伤你性命，不控你心神，但它能稳定你体内被净化后的祖宗血脉，也能在你背叛明约时，收回本王给你的一切。所以从那一晚立盟开始，你就在我心脉里种下了蛊。是。你凭什么？凭你想借北凉登临北秦女帝之位，凭你想用本王。我从没否认过。所以本王也没否认，你我之间本就是交易。若我现在杀你呢？你不会，因为你舍不得死。你想当女帝，想让北秦改天换日，想证明自己不输任何皇子，这些比你的命更重要。你不会杀本王，因为杀了本王，王印气骨会封死你的祖龙血脉，你会失去争夺北秦地位最大的底牌。映月，你不会舍得。苏青南，我真是被你玩坏了。彼此。我现在还有的选吗？有，继续合作，或者现在翻脸，不过后果你承担不起。你只剩不到1年，还拿什么帮我夺北秦？谁告诉你，本王一定会死？食毒淬体只是第一步，万劫不复并非无解，只是解它需要3样东西。哪3样？你就没发现，与此同时，紫树观音不见了吗？观音大师，此行如何？阿弥陀佛。
王爷身上的毒又深了，还能撑多久？若无机缘，10个月零3天。机缘何在？净坛山紫幽兰将开。净坛山，应州那座仙人之山。正是。可那是北蛮的圣山，北蛮常年供奉，外人擅入，必遭围攻。所以需先取到应州。应州，那是北蛮左贤王的地盘。左贤王呼延伯与北凉素无往来。不仅无往来，呼延伯的女儿去年刚嫁给了北蛮大汗的次子，两家联姻，关系正密。所以我们要先打应州？不能打。北凉刚经历朔州之战，元气未复。紫幽兰何时开花？月圆之夜，夏月15。夏月15，还有27天，时间够了。够做什么？够借道。呼延伯此人野心勃勃，他虽与北蛮大汗联姻，但心中不服，因为大汗之位本该是他的。王爷的意思是离间？不，是合作。映月，你在北秦时可曾与呼延伯打过交道？他当时对我有非分之想，我以公主身份压他，他才没敢造次。那你陪我走一趟应州，我们以攻伐北蛮大汗为名与呼延伯结盟。他会信？他会，因为他早就想反了，只是缺一个借口，缺一股外力，而我们就是他的借口，他的外力。呆呆，你随行。呼延伯若敢动歪心思，你便让他知道，唐门的毒比刀剑更利。好呀好呀，我最近刚好研究出一种新毒，还没试过呢。在下亦同往，净坛山之路，在下略知一二。如此甚好，清玄道长留守北凉，坐镇大局。4人是否太过冒险？人少才显得有诚意。明日出发，事不宜迟。我只是在想，还有事？你费尽心思布局，到底是为了解毒，还是为了北境？有区别吗？解了毒，我才能活，我活着，才能继续守护北境。苏青南，如果最后毒解不了，你会怎么办？那就在死之前，把该做的事做完。比如，让北境14州永归安宁，让北蛮铁骑再不敢南下，让这天下换个人做。我明白了，明日见。10个月够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会尽力，因为这是母亲用命换来的时间，我绝不能浪费。发生了什么？我记得去了北凉王府退婚，然后呢？怎么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，像丢了什么很重要的东西。算了，终于结束了。现在的我只是柳思雨，柳家的天才，青云宗的圣女，江湖中的仙子，仅此而已。姑娘，大师有事。姑娘，有些事忘了未必是坏事，但有些事该记住的还是要记住。大师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只是路过见姑娘眉间有结，便多说一句。北凉城是非之地，还是早些离开为好。奇怪的人，不过无所谓了。我要离开北凉，回青云宗。从今往后，我与苏青南便是陌路，这样挺好。暗月死了，死在苏青南手里。公主，暗月尊者之死
是否要上报总塔？不必，总塔那边本宫自会交代。现在要做的是杀了苏青南，为暗月报仇。更重要的是，拿回他身上的东西。暗月去北凉，表面上是为帮助影月，实际上是为了那件东西。当年昆仑之巅的东西被苏青南得到了，那是开启那个地方的钥匙之一，必须拿回来。传本宫令，派月魁去北凉。月魁，公主，月魁他非人非鬼，非妖非鬼，正适合做这件事。可是月魁他神志不清，万一失控……本宫自有安排，去准备吧。3日之内，让月魁出发。是。苏青南，本宫倒要看看，你这个将死之人还能翻出什么浪花。还有30里，翻过那座山就是鹰赏峡，过了鹰赏峡便是应州城。那个呼延灼真的会跟我们合作吗？我听说北蛮人都很凶的。凶才好，越凶的人越容易掌控，只要你能让他怕。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在想呼延灼会开什么条件。无非3样：粮草、军械，还有你。5年前他觊觎你，5年后只会更甚。你是北秦长公主，若他能娶你，便有了北秦的支持，造反的底气会更足。我不会嫁的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会告诉他，你是我的女人。苏哥哥，你要娶莹月姐姐吗？不，只是这样说能让呼延灼死心。连北秦长公主都能收服的人，他不敢轻易得罪。此计可行，但风险亦存。呼延灼若觉受辱，可能翻脸。所以需要你，观音大师。届时还需你展露手段，让呼延灼知道，我们4人可抵千军。在下明白。咦，呆呆，怎么了？这血里有血腥味。能判断是什么时候的吗？不超过2个时辰，血很新鲜，而且不止1个人的血，是从那边飘过来的。去看看。这是什么手法？不是刀剑所伤，伤口边缘有灼烧的痕迹，像是被极热的东西瞬间洞穿。是扬言指。扬言指，那不是南疆离火教的绝学吗？怎么会出现在北境？不止扬言指，这个人身上带着极热的气息，所过之处，冰雪消融，温度很高，至少是陆地神仙级别的火系功法。苏哥哥，你看这个。影月神功，影月神功的月位穿的就是这种玄月锦。此锦以南疆玄蚕丝制成，水火不侵，刀剑难伤。唯有扬燕指这类极热功法，才能将其灼穿。影月神功的人，他们怎么会在这里？还杀了这么多北蛮人。这种带有金色纹路的玄月锦，只有更高级别的人才能穿。比如4大尊者。可暗月尊者已经死了，难道影月神宫又派了其他尊者来？未必是尊者。影月神宫除了4大尊者，还有更神秘的存在——月魁。
月鬼，我听说过，传说影月神宫炼制了一种非人非鬼的怪物，没有痛觉和感情。存世的月鬼不超过3个，每一个都有陆地神仙的战力。那我们被盯上了，这些人应该是护延伯派来监视边境的哨探。月魁杀了他们，说明他也在这附近。上马，加快速度，天黑前赶到鹰巢峡。停下！奇怪，什么奇怪？他看我的眼神不像看敌人。苏青南，影月神宫第3神使月鬼，奉公主之命，取你性命。等等，你刚才说第3神使，影月神宫什么时候有神使这个职位了？你不必知道。你怎么会？他的月华眼！你认识我母亲？不可能，他已经死了，月华眼应该失传了。你到底是谁？你和我母亲是什么关系？杀了你！公主有令！观音大师，你让开！他和我母亲有关，我要问清楚。他神志不清，且力量暴走会自爆。我有定魂丹，苏哥哥，你再用一次月华饮让他失神，我把药丸弹进他嘴里。月鬼，看着我，你看着光，熟悉吗？是他，真的是他。停！现在怎么办？他可是来杀你的。带上他。现在他不是敌人，而且他可能知道我母亲的下落。母亲，你真的死了吗？如果没死，你又在哪里？左贤王，久仰。北凉王亲至，本王有失远迎，请。你们这儿冬天都吃啥呀？一个个瘦得跟柴似的。你看那个人脸都冻紫了，明显营养不良。放肆！小姑娘，口舌之力救不了命。我不需要救啊，我师父说这世上能杀我的人不超过5个，你肯定不在里面。左贤王，何必与小孩子一般见识？况且他说的对，你的兵确实该补补了。王爷什么意思？意思很简单，你缺粮、缺药、缺过冬的物资，而这些东西，本王有。你怎么知道？3000铁骑，战马瘦弱，兵甲陈旧，半数人有冻伤，这不是北蛮精锐该有的样子。唯一的解释是，
你被大汗刻意压制，得不到足够的补给。王爷好眼力，但就算如此，本王也不需要北凉的施舍。不是施舍，是交易。我借你道，北上净坛山，你借我兵，南下夺魏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知道。我还知道，你暗中囤积粮草，秘密训练私兵，与西羌部落联络。这些事，大汗恐怕还不知道吧？不必惊讶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。更何况，你身边未必都是你的人。王爷，属下对您忠心耿耿。忠心。3日前，你的副将偷偷送出一封信，用的是北蛮王庭特制的鹰信，收信地址是大汗今朝。王爷，属下冤枉。冤枉？这令牌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。北蛮王庭密探的令牌，你应该认得。好！看清楚了，背叛本王就是这个下场。王爷手段，本王领教了，但只凭这个还不够。当然不够。这个人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他是谁？影月神宫的月鬼，陆地神仙级别的杀手。现在，他是我的俘虏。王爷是怎么擒住他的？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影月神宫已经盯上了我，而我此去净坛山，势在必得。王爷，你刚才说你要去净坛山？是。紫幽兰是山神恩赐的圣物，300年一开花，花开不过3个。你凭什么觉得山神会眷顾你这个中原人？我只需要登山的路，路就在那里，有本事自己去走，何必来找本王？因为路在你手里。鹰愁峡是入应州的唯一通道，而应州是去净营山的必经之路。这条路，你守了20年。20年前，大汗亲率3000精锐入山，只回来17人，个个疯癫。从那以后，大汗就下令封山，违者诛9族。所以你不肯借道，是怕大汗怪罪？本王不怕大汗怪罪，本王怕的是那座山。净坛山的诡异超出你的想象，若是引出什么不该引出的东西，整个应州都要陪葬。你说的是苍狼白鹿的传说吗？我师父说北蛮有古训，苍狼逐日，白鹿食月，冰棺开时，神魔皆泣。你师父到底是谁？唐门门主啊，他年轻的时候进过净散山，还见过白鹿。师父说白鹿其实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人心。幻境。净坛山能放大人的恐惧和欲望，形成幻境。那些人是被自己的心魔逼疯了。对对对，师父就是这么说的。苏哥哥你真聪明。所以你们非去不可？非去不可。自幽兰，我志在必得。死有何惧？焚我骨血作长风，散入千山万壑中。明朝但见青山翠，便是人间不老翁。王爷，若本王借道，你能给本王什么？粮草5万担，药材3000车，精铁10万斤，这些够你和大汗一战。本王怎么相信你？我可以先付3成，这是北凉商行的总令。
县令如见我。10日内第一批物资运到应州，你可派人去验证。本王信你一次。好，但本王有个条件，本王要派300亲卫随你们入山，一来引路，二来监视。可以。还有，这个女人要留在应州，带她入山，等于告诉影月神宫你们的行踪。好。公主殿下要留在应州做客，你在这儿，这样北凉才能兑现承诺。凭什么？映月，委屈你了。好，我留下。痛快，王爷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何时可以出发？明日，今夜先入应州城，本王设宴，顺便让王爷见一个人，一个或许能帮你们活着走出净坛山的人。王爷，你可知净坛山最大的危险是什么？愿闻其详。不是幻境，不是白鹿，也不是那些诡异的传说，是冰棺。冰棺？对，净坛山深处有一口巨大的冰棺，棺中躺着一个人，或者说一个像人的东西。谁？不知道。但传说那口冰棺是山神为自己准备的，任何惊扰冰棺的人都会被山神诅咒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你见过冰棺吗？见过。20年前大旱入山时，本王是副将，我们走到半山腰遇到暴风雪，就在快冻死的时候看到了他。冰棺，那是一口通体透明的冰棺，悬浮在半空中，棺中躺着一个人，穿着古老的服饰，面容栩栩如生。后来呢？后来3000人只回来17个，其他人都消失在了冰棺周围的白雾里。王爷，这就是本王为什么劝你不要去。紫幽兰虽好，但命更重要。多谢左贤王提醒，但我非去不可。既然如此，本王也不再多劝，只希望王爷平安归来。这位是白鹿老人，他是北蛮最后的萨马，也是20年前从净坛山活着回来的17人之一。王爷，老朽有礼了。老人家，请坐。小姑娘，你身上有唐门的气息。您认识我师父？唐门主，30年前他来过北蛮，他也进过净坛山，也见过冰棺，也差点死在那里。那他怎么活下来的？因为他身上带着一件东西，一件能克制冰棺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王爷，你要入净坛山取紫幽兰，老朽可以为你引路，但有一个条件，带上老朽一起。老朽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弄清楚冰棺的秘密。这次老朽要和你们一起进山，要么解开谜团，要么死在那里。好，我们一起进山。多谢王爷。这是白鹿古符，净坛山中白鹿为引，持此符可见白鹿真身，或许他能带我们找到紫幽兰。王爷，你真的相信那个老人吗？信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确实从净坛山活着回来了，他的经验对我们有用。你要小心。我会的，你也是。
呼延灼此人不可尽信，留在应州要处处留心。我知道，倒是你，10个月的时间来得及吗？来得及。紫幽兰开花在下月15，取到花后再找其他几样东西，应该来得及。若来不及，那也是命。王爷，早点休息吧，明天还要赶路。你也早点休息。月华隐，那个叫苏青南的男人，怎么会姐姐的独门秘术？这不可能，这个世界上不可能还有人能使出月华隐，除非君主让我杀苏青南，拿回他身上的钥匙。可如果苏青南真是至于姐姐的儿子，如果他真的没死，我该不该继续执行任务？谁？开门！你醒了，影月神宫的月鬼，本王听说过你。传说你不死不灭，刀枪不入，只会执行公主的命令。苏青南把你留在这里，让本王看着你。但本王很好奇，像你这样的存在，真的会被药物制服吗？你是故意被擒的，对吗？与你无关。当然有关。你现在在本王的地盘上，你的生死，本王说了算。你想怎样？影月神宫的月令，持此令者，可调动神宫在北境的所有力量。本王在20年前偶然救过你们公主一次，他给了我这块令牌，说欠我一个人情。你想用这块令牌命令我？不，本王想和你做个交易。什么交易？苏青南明天要去净坛山，本王会派300亲卫随行，名义上是引路和监视，实际上是要他们死在那里。那300人里有大汗安插的探子，你可以混在那300人里一起进山。等到了山中，你可以找机会对苏青南下手。这样一来，本王清除了内患，你完成了任务，各取所需。你想借刀杀人？对。你为什么帮我？不是帮你，是帮我自己。苏青南若是死在你的手里，那就与本王无关了。到时候，本王既可以拿到他承诺的第一批物资，又不用履行后续承诺，还能向大汗表忠心，一举3得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哼哼，凭这个。这是净坛山的部分地图，标注了冰冠的位置和危险区域。苏青南手里的地图是残缺的，而这份是完整的。因为20年前，本王是那支队伍里唯一保持清醒的人。本王记住了路线，这份地图藏了20年，今天交给你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明智的选择。对了，有件事要提醒你，净坛山的冰棺里躺着的东西，可能和你们影月神宫有关。什么？这就是净坛山。王爷，此山有灵，灵，非人之灵，是更古老的
存在。他在看你。这是山文，山神要醒了。山神？净坛山没有山神。黄泉婆婆，赫连圣女。白鹿，20年前你从山里爬出来时，老身说过什么？婆婆说，此生不得再踏足圣山。那现在呢？你不仅自己来了，还带了外人。前辈，晚辈苏青南，百良王，此行只为紫幽兰，取花即走，绝不多留。百良王苏青南，你身上带着死气，却还想入圣山取圣花，真是不知死活。死气与否是晚辈的事，前辈只需告知可否借道。圣女，您看呐。光线剥夺，神眸睁开，承受注视。你不是来取花的，你是来找东西的。圣女此言何意？花在那里，但你要的东西不在这里。你要的东西在山里，在冰棺之下，在那个地方。晚辈听不懂圣女的意思，晚辈只要紫幽兰。婆婆，让他们进山。圣女，这山文已显，冰棺将醒，这是命数，拦不住的。但只准他们10人进山，其他人留在山脚。圣女，我们是大王派来的亲卫。还有谁要说话？很好，北凉王，请吧。走吧。小心冰棺里的眼睛。这是山神开的通道，每次白鹿古符现世，山体就会打开通道。圣女，您为何要放他们进去？因为那个人身上有钥匙的气息，不止祖地之钥，还有冰棺之钥。这怎么可能？冰棺之钥不是早在300年前就失踪了，但现在他回来了。婆婆，准备一下吧，冰棺将醒，祖地将开，北蛮1000年的等待就要有结果了。是，老身这就去准备。苏青南，你终于来了。这冰有温度。净坛山的冰不是凡冰，传说它是上古神战时期神血冻结所化，所以处之温润，1000年不溶。引路人，大昭寺的云游僧，300年前失踪的苦竹大师，还有前隋的钦天监少监，奉旨探访北境圣山，一去不返。他是第7代圣女鹤流云帐，200年前入山祭祀，再未回来。
族中记载说他已飞升侍奉山神，原来他也成了引路人之一。引路人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不必惊慌，这只是我留在山中的一道影，真身仍在山外。净坛山有3重考验。第1重，问心。这12位前辈都死在自己的心里。赫连云障，我的先祖，他心里藏着一个秘密，他爱上了不该爱的人。苦竹大师为求佛法真谛踏遍天下，但他心里压着一桩罪，年轻时误杀挚友，终身不得解脱。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过不去的坎，净坛山的第1重考验就是把这道坎放大1000万倍，逼你直面它。北凉王，你的心里藏着什么？本王心里藏的东西多了，藏着我母亲的死因，藏着父皇的算计，藏着北境14州的未来，藏着天下苍生的生死。圣女想问哪一件？贪多嚼不烂，人心如舟，载重有限。你装了这么多，不怕沉吗？沉，圣女可知舟为什么会沉？不是因为装得多，而是因为不够大。山文，你怎么会？你从哪里学来的山文？圣女可曾想过，为什么这12位前辈会被冰封在此？苦竹大师误杀挚友，终生负罪。但佛说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既已忏悔300年，为何还不能解脱？因为他从未真正放下，他只是把罪压在心里，用苦修折磨自己。但惩罚和折磨从来不是解脱。贪功冒进，欺君罔上，害死300随从。可若不入山，那300人就不会死吗？乱世人命如草，他们跟随你本就是命。贪不是罪，你若真有通天之能，便贪尽天下又何妨？可你偏不高估自己，所以你不是死于贪，是死于蠢。未死，人皆未死。但将军当马革裹尸，你若真怕，何必从军？渡财，天下英才如过江之鲫，你渡得过来吗？有这功夫，不如多练3道。爱错人，情之一字，何来对错？至于你，爱上不该爱的人，用200年的冰封惩罚自己，可你有没有问过，他值不值得？先祖爱的是当时的中原太子，这段感情注定无果，所以他选择入山以死明志。好一个以死明志！用200年的冰封来证明自己的爱多伟大！圣女，你觉得这值得吗？在我看来，这是最愚蠢的选择。若真爱他，就该去争去抢；若争不过，就放手，转身把感情埋在心底，好好活着。用自毁来证明的爱情，不是深情，是自私。现在回答圣女的问题，本王心舟装的太多，几乎要沉。但圣女可知舟为什么会沉？不是因为装得多，而是因为这艘舟从来就没想过要浮在水上。本王这艘新舟装的不是私欲，不是执念，装的是北境300万百姓的安危，装的是母亲23年的冤屈，装的是这天下该有的公道。这样的重量，寻常新舟当然载不动，但本王这艘舟从一开始就不是要浮在个人私情的小溪里，本王要航行的是历史的长河，是时代的洪流。这点重量算什么？问心之局破。山神认可了，这怎么可能？问心之局存在3000年，从未有人这样破过。圣女，你刚才问本王心里藏着什么，现在本王可以告诉你，本王心里藏着的不是秘密，不是伤痛，
不是执念，是野心。本王要查清真相，报复算计，守护百姓，还天下公道，这些都需要力量和天下第一的位置。所以本王的野心很大，大到要吞下整个天下。正因为野心够大，这些负担不过是本王野心的燃料。新州会沉是因为水域太小，若你的目标是瀚海，便是搬来整座山，也不过激起几朵浪花。原来如此，原来问心之局还可以这样破。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北凉王慧心通明，西受教了。问心之局已破，第二重考验炼蛊的入口就在前方。但王爷，有些话西不得不说。请讲。净坛山的3重考验，一重比一重凶险。问心之局考验的是性质，炼蛊之局考验的是根骨，而最后的剑神之局考验的是命格。命格？对，净坛山是北蛮圣山，也是一座巨大的筛子。他在筛选有资格承载北蛮气运的人。3000年来，能通过前2关的有17人，能通过第3关的只有3个。那3个人，第一个是北蛮开国大汗，他出山后统一草原，建立王庭；第二个是300年前的中原剑圣，他出山后创一剑霜；第3个是你母亲陈妃娘娘。什么？不过她不是在闯关时通过的，她是30年前以特殊方式进入净坛山处，直接面见山神，得到了认可。所以王爷，你要闯的第3关剑神，其实是山神在判断你有没有资格继承你母亲当年留下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，那是山神与你母亲的约定，只有山神和陈妃娘娘本人知晓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那件东西与你的身世，与你体内的月华隐，甚至于影月神功都有关系。圣女知道影月神功？知道一些。北蛮与影月神功其实同出一源，或者说北蛮的祖先与影月神功的创立者是兄妹。具体细节悉不便多说，但王爷只需记住一点，净坛山深处冰棺之中躺着的可能不是山神，而是影月神宫的第1代公主。所以所谓炼蛊，炼的不是筋骨，是血脉。王爷体内的月华隐是影月神宫不传之秘，唯有公主一脉才能修炼，且需要配合特殊的血脉之力才能大成。而炼蛊之局，就是要将您血脉中属于影月神宫的那部分提炼出来，淬炼成真正的力量，或者被那部分血脉吞噬，变成怪物。有意思。3000年来17个人闯过这一关，他们是怎么选的？悉不知，历代圣女只负责引导，不干涉闯关者的选择。但根据记载，有不下107人闯入了第2关，其中17人过了第2关，但后面有9人出关后当场死亡。王爷，要不再考虑考虑？紫修兰虽好，但命更重要啊！王爷，此关凶险，在下可带你一试。圣女，若本王现在放弃会怎样？问心之局已破，您随时可以退出，山神不会阻拦，西也会护送您平安出山。但您体内月华隐引发的异象已经出现，即便现在退出，血脉的躁动也不会停止，只是时间问题。果然如此，所以退也是死，进也是死，只不过退是慢性死亡，尽可能当场暴毙，但有一线生机，对吗？哈哈哈哈，那还犹豫什么？
本王这条命本来就是捡来的，多活一天都是赚。如今有机会搏一把，岂有退缩之理？这是炼骨之炼，它会锁住闯关者的肉身，将血脉之力强行逼出体外，进行蜕炼，过程会很痛苦。这是必须承受的痛苦，无法躲避。这点寒冷还难不倒本王？那是古老的图腾，月华影的力量开始显现了。月华影显形了，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时刻。不好，血脉冲突，这样下去他会爆体而亡的。大事不可，炼骨之举只能靠他自己，外人插手只会让两股力量彻底失控。那就眼睁睁看着他死。他不会那么容易死的，再等等。这是月华隐大成，不对，那是公主才能达到的境界，怎么可能？因为他体内的月华隐不是自己修炼的，是传承的。传承？谁能做到？能做到这一点的，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人。随着封印逐步解开，传承的力量彻底释放了。母亲，您到底为我筹划了多少？寒气漫过门槛，寒潮侵袭，瞬间冻结成冰雕。退！原来是这般模样。戾气深重，煞气凝合，果然是有人以邪法禁住，强夺此地冰髓造化，硬生生造出的孽障。养这么一头看门恶犬，主人却不肯露面，是觉着本王不配让你起身相迎吗？杀不死。王爷小心，此疗以冰髓为本源，在此等极寒环境之中，几近不死。唯有以至阳至刚之力，瞬间焚述其体内冰髓核心，或是以绝强封印之法。结束了。看，越死越强。哼，倒是个难得的沙包。
狗已宰了，主人还打算龟缩吗？躲开！我倒是谁在装神弄鬼、故弄玄虚，原来也只不过是指见不得人的臭虫而已，不肯承认。玩够了。既然玩够了，那就轮到本王了。井底之蛙，看够了。圣女，现在能告诉本王这出戏到底是谁在唱了吗？或者说，该叫你一声北蛮第3代圣女赫连琉璃。你说什么？都说3000年来只有3人过了3关，实际上是4人，还有1人乃是北蛮的第3代圣女赫连琉璃。赫连琉璃300多年了，连我自己都快忘了这个名字。所以，你承认了？我从未否认，只是太久没人问，我也就懒得提。不可能！翻身术数上限4个甲子，这是天道规则，无人可破。大师，你可知道什么叫天道？天道就是规矩，但规矩是可以打破的。300年前，北蛮草原还没有王庭，部落散居，厮杀不断。每年冬天，饿死冻死的人比草原上的草还多。我是赫连部的小女儿，7岁那年，我被卖到另一个部落，成了奴隶。10岁那年，当时的圣女入山祭祀，在山脚下发现了我。她说我根骨齐家，是100年难遇的萨满苗子。她收我为徒，带我入圣庙。15岁，我练成冰魄诀，成为北蛮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萨满。20岁，我挑战当时的圣女圣。
成为北蛮第3代圣女赫连琉璃。成为圣女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统一草原，不臣服的打，打不服的杀，杀不完的我亲自去他们部落，告诉他们要么臣服，要么灭族。第3年冬天，草原72部全部归顺，我建立了北蛮王庭，制定了律法，分配了草场。那一年，草原上冻死的人比往年少了70%，但我还是不满意，因为每年还是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在风雪里。我想改变这一切，所以我决定修炼一种禁术，一种可以让我活得更久，获得更强力量，甚至改变天时的禁术。那禁术叫什么？夺舍法。我用了10年时间才找到夺舍法的残卷，又用了20年才勉强练成。第一次夺舍是在我50岁那年，我选了一个16岁的少女，她是圣庙这一代最有潜力的萨满。我吞噬了她的灵魂，占据了她的身体。夺舍很成功，我获得了她的年轻，她的天赋，但我也付出了代价。我的灵魂磨损了1/3，而且我发现自己开始遗忘一些事，不是重要的事，是一些细节，一些微不足道的记忆。但我没有停，因为夺舍之后，我确实变强了。我对冰魄诀的理解更深了，对镜长山的感受更清晰了。所以100年后，当我这具身体开始衰老，我又进行了第2次夺舍。这一次，我选的是北蛮最强部落首领的女儿，她18岁，天生神力，7岁就能徒手搏狼。我吞噬了她的灵魂，占据了她的身体。但这一次出了意外，她的意志太强了，最后时刻想要和我同归于尽。第3次夺舍是在150年前，这一次我选了一个刚出生的婴儿，因为婴儿的灵魂最弱，意志最不坚定，夺舍的风险最小。但我错了，婴儿的灵魂确实弱，但婴儿的身体太脆弱了。我撑了3年，3年后，这具身体彻底崩溃，我的灵魂也受到了重创。然后，我进行了第4次夺舍，就是这具身体，横莲溪的母亲，上一代北蛮圣女赫连云梦。你夺舍了我母亲？对，夺舍之后，我需要一个身份来掩人耳目。黄泉婆婆这个身份是我300年前就准备好的。每次夺舍之后，我都会以黄泉婆婆的身份出现，告诉世人圣女已经飞升，而我是圣女的守墓人。很完美的计划，没有人会怀疑一个活了300年的守墓人，更没有人会想到守墓就是圣女本人。但你还是看穿了，从你踏入净坛山开始，我就知道，你和之前那些闯关可不一样。你太冷静，太理智，你没有被山魈吓住，没有被冰清人形唬住，甚至没有被我的身份唬住，所以，我决定亲自出手。空间挪移不是速度快，是直接操控空间进行短距离的瞬移。好眼力，在这净坛山范围内，我可以随意操控空间进行瞬移。很厉害的能力，但不够。你也能操控空间？不能，我只是比这片空间更强。我竟看走了眼，你驾驭的绝非月华之力。自然不是。那是什么？剑妖。看来你认得他。难怪月华隐隐属太阴，绵长诡辩，而你方才冻结空间的手段至刚至阳，霸道绝伦。原来昆仑之巅的传言是真的。现在明白也不算太晚。我母亲当年究竟在净坛山留下了什么？你与她之间的约定到底是什么？你永远不会知道。
来吧，让本座看看天启剑庙的传承者究竟有无资格触碰你母亲留下的禁忌。九灵归元，杀阵起！宁，寰宇雨深。灵域化界，你竟已触及了世界。欢迎来到我的世界。结束了。原来如此，终于可以休息了。恭喜王爷，兵随入体，本源补全，阴阳调和，自此道基无瑕，前路再无挚碍。本王与你似乎并无仇怨。无仇怨？你杀了我儿子，我唯一的儿子，你说无仇无怨？你儿子是谁？完颜烈，朔州守将。完颜烈，他是我儿子，我唯一的骨血。30年前，我乃北蛮王庭大祭司，完颜烈是我与一名中原女子所生，是我的私生子。1个月前，你苏青南攻破朔州，他兵败自刎于城门，所以我发誓要你偿命。我忍了这么久，等了这么久，终于等到这个机会，我要你死，要你给我儿子陪葬。以吾残魂祭此山岭，启程。不好，他以自身魂魄与精血为引，强行激活了净坛山深处的古老守护剑质。是他，净彩山的守护圣兽冰淇淋。他早已与山体同眠，怎会被强行唤醒？姐姐，我会护他。祭书焚我残躯，祭此残符，影月破戒。以魂器强行唤醒，灵智蒙内，只剩杀戮本能。可惜了这一身万载寒脉孕育出的玉骨冰髓。
敬田山孕育你千载，与你玉骨冰髓。是让你守护此地清静，而非沦为他人复仇的凶器。罢了，相遇即是缘，今日便助你解脱这魂器束缚，重归山岳，长眠安息吧。魂器散。当思念飞过脸红，这让指尖停留，美得像一场梦。观心映影，照见未来，还是你为我选定的未来？本王走过的路，杀过的人，背负的因果，岂是你一朵花、一口棺就能定格的？未来无定，命由己造。你这观心映影之术，困得住庸人，困不住本王。第3关，剑神。净坛山存世万载，筛尽红尘过客，有资格至此面见本尊残念者，3000年来不过一掌之数。汝苏清南，身负天启剑庙，承神器之血，怀鲲鹏之志，然大道无情，天意难测。汝欲见本尊，取回汝母所留之物，须先回答本尊3问。第1问，汝为何求道？为活着，为查明母亲死因，为解体内剧毒，为护北境安宁，也为向那高高在上的前帝问一句：凭什么？道不道的本王不懂，本王只知人活一世，总有些事必须做，有些人必须护，有些仇必须报。若道能助我做成这些，那便求道；若不能，这道不求也罢。善，大道至简，不忘不新。汝可过第1问。第2问，若得长生，汝欲何为？长生？若长生意味着要眼睁睁看着亲人故友一一老去，自己却孤零零活在世上，如同这净坛山的冰，千年万年冷眼旁观红尘变迁，那这长生不要也罢。本王要的不是一个人孤独地活到地老天荒，而是带着在乎的人一起看遍这世间的风景，做完该做的事，然后该走的时候一起走。若不能，那活个180年，轰轰烈烈一场也就够了。这神明残念在等什么？汝之所求非长生，是圆满。然世间安得双全法？汝母当年亦曾面临此问。第2问，汝亦过关。我如何答？第3问，若为苍生故，须舍一人，此人是汝至亲，是汝挚爱，是汝此生不可割舍之羁绊。
奴舍否？不。为何？因为本王不是神，是人。人有私心，有偏爱，有拼尽一切也要守护的东西。若连至亲之爱都能舍弃，那救下的丛生又与蝼蚁何异？那样的大义，不要也罢。若真到那般绝境，本王会另寻他法。若寻不到，那便与苍生同坠，与挚爱共赴黄泉。至少问心无愧。好一个问心无愧，好一个与苍生同坠。汝之三达虽不尽合大道，却尽合本心。3000年来，如你这般达得如此像个人的，唯你一人。第3关，见神，汝过矣。终于上当了。男儿，愣着作甚？快洗洗手，吃饭了。今日是你生辰，娘特意炖的鸡汤，多喝点儿。娘，如果有一天我要去做一件很危险的事，说什么？你会拦着我吗？你是娘的儿子，你想做什么，娘都支持。娘不求你大富大贵，只求你平平安安。你有你的路要走，有你要做的事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无论你变成什么样，你都是娘的儿子，这一点永远不会变。去吧，做你该做的事，娘在这儿等你回来。赫连熙不对，应该叫你赫连琉璃才对。这幻境完美无缺，如果我真的是个10几岁的少年，或许就沉溺在这里了。可惜我不是。怎么可能？你明明已经，我亲眼看见你沉溺其中。你的幻境确实厉害，以神念为也。可惜，从踏入净坛山的第一步起，我就知道你有问题。黄泉婆婆的赫连琉璃是替死鬼，这一点你演得很好，但你不该太急。好一个北凉王，我布局300年，不过已经无所谓。你已经沉溺其中了，哪怕只有1瞬也足够了。终于，终于，300年的等待，天启剑庙的传人，神气血脉的觉醒者，如此完美的容器。王爷，大师，且慢，还没完。太初元血，净坛山地脉，本座苦候300年的大道之机，就在今朝。赫连琉璃，现在功少一行了。你说什么？听不懂？那换个说法，你这座以影月本源为引，窃取净坛山地脉之力，又融合了初代公主遗赠的太阴夺灵阵，300年来吞噬积攒的所有生机与灵气，本王收下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
做了什么？本王不过是借你这座太阴夺灵阵，将体内的毒彻底炼化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万劫不复之毒乃上古奇毒，一旦入体，如复古之躯。除非以天人修为日夜练100年，否则绝无可能。你从一开始就知道，你知道我布下此阵是为夺胜，你知道我会催动阵法吞噬你的生机，你甚至知道我会动用太初元血，所以你故意示弱，任由阵法之力侵入体内，不是因为你无力抵抗，而是因为你需要这座阵法的力量来刺激毒素，将遍布全身的剧毒逼至一处，再以太阴夺灵阵300年来积攒的磅礴生机为炉火，以太初元血为引。现在才明白，晚了。你什么时候掌控了地脉？在你以为掌控一切的时候，地脉有灵择主而逝。本王踏入此山时，便以天启剑要与地脉之灵沟通，许他一个承诺，助我炼毒，我助他斩断枷锁。所以从始至终，你所谓的掌控，不过是个笑话。这是太初元血的本源之力，疯子！你这个疯子！太初元血蕴含混沌之力，霸道绝伦，就算你是神仙之上，也不敢直接炼化。你不过初入天人，强行吞噬，必死无疑。是吗？那就让你看看，本王是怎么破而后立的。现在该算算我们之间的账了。成王败寇，我认了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杀你，太便宜你了。本王要你活着，亲眼看着你300年谋划的一切化为乌有。不要！原来如此。告诉我，30年前我母亲来这里做了什么？你想知道？好，我告诉你，30年前东方之羽来此，不是为了求什么传承，也不是为了取什么宝物，他来是为了斩断一段因果，一段与净坛山初代主有关的因果。什么因果？你知道净坛山的初代主是谁吗？是东方青环，你们神藏之祖。他在此山得道，是天启剑要重返此山，取走太初元血，继承他的一切。而这个人将会是净坛山的新主。所以，你300年来的谋划不是为了重生，而是为了阻止预言成真。不错，我赫连一脉镇守净坛山300年，凭什么他东方清醒一句预言就要我们拱手相让？而我将夺舍他，继承他得到的一切。所以我没动他，皮囊换了又换，才等到你。你知道我看到你那一刻的兴奋吗？可为什么会这样？我蛰伏不惧300年，等的就是300转眼成空。多谢，王爷。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但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。有些事知道了未必是好事。
收好，回去后交给唐呆呆，他用得着。王爷，他的尸身留在这里，净坛山是他的归宿，也是他的囚笼。死后能留在此地，对他来说，未尝不是一种解脱。不必多礼，能走吗？跟上。出来吧。怎么还要本王请你？王爷，我去追。不必，让他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左贤王的人，也是呼延博放在净坛山的最后一枚棋子。那现在他的目的已经清楚了，他是来确认一件事的。什么事？确认赫连琉璃是否成功夺舍，确认净坛山是否易主，确认本王是否还活着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苏青南，好一个北凉王！北凉王，快开城门，迎北凉王进城！报，公主，北凉王回来了。人在哪儿？已经到府门外了。你，长公主殿下，别来无恙。王爷此去净坛山，看来收获不小。净坛山确实有些收获。长公主在这里过得如何？呼延博没为难你吧？左贤王待客周到，不敢怠慢，只是不知王爷此行可达成了目的。毒解了。恭喜王爷，从此天高海阔，再障碍。王爷接下来有何打算？先救人，月葵伤得很重，需要尽快医治。月葵，他怎么会？说来话长，长公主若想知道，不妨一起去看看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千万不能出错。他的神魂被强行抹去了30%，能保住性命已是奇迹，但要彻底恢复难。能吊住命吗？能是能，但我只能暂时稳住他的伤势，最多3天。3天后若没有更精实的治疗，他还是会神魂消散。谁能治？鬼医言无命，他是当世唯一能修复神魂损伤的人。除非能找到至阴至寒又能净化万毒的天地奇珍，为他调和体内毒素，否则最多还能撑半个月。哼，果然如此。紫幽兰，王爷，你不是为了解毒才冒险去净坛山取紫幽兰的吗？是啊，
我取紫幽兰是为了解毒，可我从来没有说过，紫幽兰是用来给我自己解毒。所以，苏哥哥冒险上净坛山，不是为了解自己身上的毒，是为了救颜无命。为什么？因为颜无命不能死，他能救月葵，也能救很多人。更何况，他为了对付左日幽泉才中毒，于情于理，本王都该救他。苏哥哥，伸手。真的解了，一点不剩，解得非常彻底。这不可能！师父和我研究了这么多年，试过327种解法，连以毒攻毒的路子都只能勉强压制住，怎么可能有人能在几天之内把万劫不解之毒彻底根除？苏哥哥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借力打力而已。借力打力？净坛山上有座大阵，赫连琉璃用它吸了300年地脉生机，想要夺舍我，我就顺势而为，借阵法的力量把体内毒素逼到一处，一举炼化。连准备好的明妖血和祖龙力，还有紫幽兰都没派上用场。我什么都没说，苏哥哥，你听错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什么密妖血？什么祖龙力？去吧，收拾东西，准备出发。刚才呆呆说的是什么意思？唐门主研究出了一种解法，用唐门7种奇毒以毒攻毒，再辅以密妖血、祖龙力、紫修兰，炼制9转还生丹，可以解万劫不复之毒。所以，你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一切。白丽和我是将你和白丽留在身边，我当初确实也有这个打算，但我仔细一想，没必要。这个计划太慢也太麻烦，集齐所有材料不知要多久，而且成功率只有30%，除非势不可为，否则我不会走这条路。我明白了，那现在呢？你打算怎么做？接下来，该跟呼延博好好算算账了。你想动左贤王庭？不是想，是必须动。呼延博手握蛮王令，已暗中联络了17个部落，要在3个月后的狼神祭上正式加冕为蛮族共主。一旦他成功，北凉要面对的就是整个北境的铁骑，应州、冀州、新州，这些边城首当其冲。以我们现在的兵力，守不住。你有计划了？有，狼头谷。你要在那里设伏？不，我要在那里跟呼延博打一场硬仗。我会让北凉军主力在狼头谷做出死守的架势。呼延博为了速战速决，一定会亲自率军来攻。这太冒险了。左贤王庭的铁骑野战无双，正面硬碰，我们胜算不大。谁说我要跟他硬碰？大肚山，那里不是一片沼泽，地脉被毁，庄年瘴气弥漫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
大肚山底下有一条暗道，直通狼头谷后方。3年前，我让暗卫花了整整1年时间打通了那条暗道。呼延博筑立功谷时，我会亲率3000玄甲骑从暗道绕到他后方，前后夹击，一举击溃。你怎么知道呼延博一定会从狼头谷走？因为他没得选，东线要过黑水河，西线要多走800里，狼头谷路程最短，水源充足。更何况，我还会让人给他送一份情报，告诉他狼头谷只有1万守军。可是，就算赢了这一仗，左贤王庭根基仍在。你现在就在他的府内，完全可以直接杀了他，何必如此大动干张？我要的，从来就不是灭掉左贤王庭，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。本王要的是让呼延灼亲手把剩余的北境11州送到本王的面前。你觉得我是在痴人说梦？王爷，不是我不信你，只是此事实在太过匪夷所思。哼，匪夷所思？长公主可曾想过，呼延博为何要握着蛮王令不放？自然是为了统一北境，号令诸部，成为真正的蛮族共主。错了，他握着的不是权柄。一旦呼延博真成了共主，第一个要收拾的就是黑水部乌维，与呼延博有杀父之仇，隐忍多年。呼延博一日不除掉他，就一日睡不安稳。你是说，呼延博现在看似风光，实则内忧外患？不错，蛮王令给了他大义名分，也把他架在了火上烤。所以呼延博现在最急的不是南下攻打北凉，而是先平定内部，坐稳位置。而我要帮他一把。帮他？对，我会派人暗中联络乌维，给他提供兵器粮草，助他起兵。同时，我会让右贤王呼延灼在边境陈兵，做出要趁火打劫的架势。到时候呼延博腹背受敌，打乌维右贤王就会扑上来，打右贤王乌维就会抄他后路。你说这时候我去跟他谈，北洋愿助他平定内乱，条件是事成之后割让11州，他会不会答应？你这是驱虎春狼？不，是驱虎逐狼，再杀虎。我会帮呼延崇先灭了乌维，再逼退右贤王。等他以为大局已定，放松警惕时，他会死？不一定。如果他识相，愿意带着残部退往极北冰原，我可以留他一命。至少，他能牵得金帐王庭和右贤王庭。我还是觉得太险。险？长公主，这世上哪有不险的棋？3年前我让人打通大肚山暗道时，有人说我疯了；2年前我暗中资助黑水部乌维时，有人说我养虎为患；我派人潜入右贤王营接触呼延博时，有人说我自寻死路。暗道用上了，乌维该动了，呼延博也该出场了。王爷，都安排好了，呆呆和月鬼已经上车，半个时辰后出发。你这次动静不小，呼延博那边已经派人盯上你们了。我知道，所以才要请先生走这一趟。这封信请先生到歙州后交给严无命，他看了自然明白该怎么做。还有，先生此去歙州会路过黑水部的地界，若遇见一个叫无为的年轻人，不妨告诉他一句话：时机到了。好，心思太重，有些事该放就放，别把自己逼得太紧。那句时机到了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该动手了。乌维等了7年，7年前他父亲被呼延博暗杀，他逃到北凉，是我救了他。我告诉他，想报仇就要忍，忍到呼延博最得意的时候再给他致命一击。现在时候到了。王爷，我能做什么？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只要看着这盘棋是怎么下的。3个月后狼神祭，我要让整个北境都知道，这盘棋该换人下了。王爷，你刚才说7年前救了乌维，那时你才16岁，
16岁就能看出黑水部与左贤王庭的间隙，就能想到今日之局。不是看出，是知道。知道。我刚来到北凉，就收到有一份北境各部势力的详细卷宗。谁送的？不知。那你也信？为什么不信？上面记载了各部落的恩怨，还有他们各自的软肋。乌维的父亲乌木行是黑水部上一任首领，他发现了呼延博与前帝暗中往来的证据。左贤王庭每年从北凉掠走的物资，有30%都悄悄送往了前京。呼延博私通前帝？不是私通，是交易。呼延博用北洋的资源换取前帝对他统一北境的支持，作为回报，他会在成为蛮族共主后与前帝签订盟约，100年不犯边。乌木衡知道了这件事，准备在当年的狼神祭上当众揭发，可惜消息走漏，呼延博将他暗杀。乌维当时侥幸性逃过一劫，一路逃到北凉边境。我收到消息时，他已经身中3箭，奄奄一息。我救了他，不是因为慈悲，而是因为他有用。所以从那时起，你就开始布局今日之局。不，从那时起我就知道，呼延博必须死。一个与前帝勾结的左贤王，对北凉来说是致命的。一旦他真成了蛮族共主，与前帝南北夹击，北凉撑不过3年。所以我必须在他成事之前毁了他。但毁掉左贤王庭容易，要取而代之，掌控北境却难。蛮族排外，就算打进去也坐不稳，所以我需要一个代理人，乌维就是最好的选择。你想扶持乌维上位，让他成为新的左贤王？不，我要的不是一个听话的左贤王，我要的是让左贤王庭彻底消失。黑水部、白狼部、苍鹰部这些部落早就对呼延一事不满，只是缺少一个契机，一个能让他们联合起来推翻呼延一事的契机。乌维就是这个契机。他是乌木雄的儿子，有复仇的大义名分，他有黑水部的支持，有3万精锐骑兵。只要我给他兵器粮草，给他出谋划策，他就能掀起一场席卷整个左贤王庭的叛乱。可这样一来，北境岂不是要大乱？乱才好，不乱我怎么浑水摸鱼？不乱我怎么让那些部落自相残杀？不乱我怎么让北凉兵不血刃地拿下北境11州？乌维起兵，呼延博必率大军镇压，右贤王呼延尚会趁火打劫，金帐王也会伺机而动。3大王庭混战，17部落各自站队，等他们打得筋疲力尽、死伤惨重时，北凉大军再以调停的名义介入。到时候，我让乌维割让11州给北凉，作为我支持他上位的条件。你说，他会不会答应？可乌维会这么听话吗？他要是上位后反悔，他不会，因为他不敢。第一，他起兵需要我的支持，没有北凉的兵器粮草，他打不过呼延博。第二，他上位后需要我的承认，没有北凉的背书，其他部落不会服他。第三，他体内有我当年救他时种下的蛊，唐门秘制，每月需服解药。他若反悔，不必我动手，蛊虫自会发作。王爷，你不觉得这样做太过什么？太过阴毒，太过冷血，太过不择手段。张公主，你生在帝王家，应该比我更清楚这世上从来就没有干净的权利。我父亲当年若不狠，坐不上前帝的位置；你祖上当年若不毒，统一不了6国。北凉贫乏，民不过100万，兵不过10万，南有前帝虎视眈眈，北有蛮族年年犯边。我若不狠，不毒不阴，北凉早就亡了。本王可以做君子，可以做人主，可以做光明磊落的英雄，但前提是北凉得活着。北凉若亡，本王要那些虚名何用？